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《百年营养》这本书。在如今的100岁人生时代，人们一生中吃饭的次数显著增加。如果每天都吃3餐的话，20年下来就会有21900次用餐。在100年人生中，我们一生大约要进餐10万次。选择吃什么、怎么吃，将会影响您的身体和心理状态。因此，从60岁开始，是时候改变您的饮食方式了。本书由备受信赖的高龄者营养护理专家亲自传授，教您如何解决老年人面临的营养不足问题，来帮助您实现健康长寿的生活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中老年人饮食的现状；第二，健康长寿的饮食方法；第三，长寿饮食的习惯技巧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中老年人饮食的现状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体的代谢功能会逐渐减弱，因此在老年时期选择合适的食物并摄取充足的营养，比年轻时更为关键。这直接影响到我们后半生的生活质量。健康长寿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。日常的饮食决定了我们的健康未来。然而近年来，许多中老年人在努力保持健康的过程中，饮食逐渐偏向单一，导致了营养的失衡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，许多人摄取了过量的蛋白质，同时又大幅减少了糖类的摄入。这种趋势源于一种流行的观点，即大量蛋白质有助于保持肌肉，而摄入过多的糖类会引发糖化反应和炎症，被视为多种疾病的根源。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报道，许多人因此盲目追随，结果是摄入了过多的蛋白质，导致了饮食的失衡，反而损害了身体的健康。如果为了减少糖类摄入而不吃主食，长期处于能量不足的状态，即使摄入了大量的蛋白质，这些蛋白质也无法被有效的利用，因为当糖类不足时，身体会优先消耗脂肪来提供能量。如果脂肪也不够用，身体就会开始分解蛋白质，这样一来，不仅无法达到增肌的效果，反而可能影响到整体的健康。特别是在老年时期，食量减少、消化吸收能力下降的情况下，单一的饮食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健康长寿的饮食方法。如果每顿饭都要考虑各种细节，难免会觉得麻烦。因此，最好先确定几个关键的注意事项，并养成确认的习惯。每餐只需确认是否包括能量来源、蛋白质和蔬菜3类食材即可。能量来源指的是主食类碳水化合物，如米饭、面包、面条，有时土豆或香蕉也可作为替代。蛋白质包括主菜中的肉类、鱼类、豆腐等大豆制品以及鸡蛋。蔬菜部分应搭配深色的绿黄色蔬菜与浅色蔬菜一同食用，无需每餐都达到营养全面的定时标准。例如，在日式盖浇饭中，米饭是能量来源，鸡肉和鸡蛋提供蛋白质，洋葱则为蔬菜，再配上几片腌萝卜即可。对于咖喱饭等其他菜品，也可用类似的方式考虑。在动筷子前，先确认一下是否有足够的能量来源、蛋白质和蔬菜。如果有不足或过多的部分，可以在下一餐或之后的餐食中进行调整。一旦这种确认变成了习惯，饮食质量自然会有所提升。例如，在便利店购买便当时，若发现蔬菜不足，可以额外购买一份沙拉。在规划菜单时，也会自觉考虑能量来源、蛋白质和蔬菜的搭配。如果觉得以上方法过于简单，想进一步提升饮食的质量，可以关注以下几点：每餐时，检查能量来源、蛋白质和蔬菜的量是否足够。此外，为了使饮食更完善，每天习惯性的摄入1次水果和酸奶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，大多数营养素的推荐摄入量在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几乎没有差异。考虑到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和代谢功能有所下降，实际上比年轻人更需要补充营养。那么每餐的适量是多少呢？
记住具体的克数可能会很麻烦，因此大家可以这样记住每餐的营养分量。首先是能量来源，一碗较少的米饭，盛米饭的碗有各种尺寸，女性可选择适合自己的碗，通常约为150克，男性则为200克左右。对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，可以适当增加几口米饭，以应对活动所需，这样可以额外摄取80到100大卡的能量。接下来是蛋白质，一个手掌大小或拳头大小，再加上3根手指的分量。手掌相当于手掌大小的猪肉片、一条竹夹鱼或一个煎蛋等平面食材。拳头相当于汉堡肉、鸡块或豆腐等堆状食材，选择其中一个分量作为蛋白质的来源。3根手指的分量，例如1包纳豆、2根香肠或少量用于配菜的干小银鱼或金枪鱼。每天尽量从多种食材中摄取45克蛋白质。接下来是蔬菜，蔬菜的量以双手合并形成心形容器的容量为标准。虽然看起来量多，但经过烹饪后，蔬菜的体积会缩减到原来的1/3到1/4，所以这个分量并不会显得多到难以食用。如果可能的话，还可以额外加入海藻或蘑菇类，不仅能丰富味道，还能提高健康效果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每餐搭配汤类、酸奶和水果作为甜点，既能摄取足够的营养，也不会有过量的担忧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长寿饮食的习惯技巧。首先是第1个技巧，不必勉强自己进食。作者称，在理想的情况下，3餐应分别在早上6点、中午12点和傍晚18点左右进行。但如果您在特定的时间不想吃东西，也可以灵活调整，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习惯。作者提到，有些人在早晨实在吃不下东西，但在上午10点左右却能接受一些小点心。对于这些人来说，适当调整饮食时间是可以的。例如，有人喜欢在这个时间吃2片由米和豆类制成的豆制煎饼，这既能提供能量，也能补充蛋白质。他们还会加一个煮鸡蛋。而在午餐和晚餐时，则多摄入一些蔬菜。如果身体状况良好且体重保持稳定，那这样的饮食方式是没有问题的。作者认为，当您不想吃东西时，不必强迫自己，等到食欲恢复时再多吃一些，以更放松的心态对待饮食，反而更有益健康。接下来是第2个技巧，找到属于您的激励食物。有时因为生活中的挫折或环境的变化，您可能会完全失去食欲，这时候可能需要时间来慢慢恢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知道哪种食物能重新激发您的食欲就显得尤为重要。这种能够激发您食欲的食物被称为激励食物。每个人的激励食物都不尽相同。当您对食物失去兴趣时，可能某种特别想吃的食物会突然浮现在您的脑海中，或者某种熟悉的香味会让您重新产生食欲。了解自己的激励食物是什么，对于恢复食欲非常关键。有一位住在日本岛根县的居民，他的激励食物是鲍螺饭。这位老人曾经营过一家鲍螺料理店。在住院期间，由于不安和孤独感，他的食欲逐渐消退，最后几乎无法进食。然而，当他看到鲍螺饭时，眼睛立刻亮了起来，精神也随之振作。鲍螺是他家乡的特产，对他而言象征着生活的力量。吃了鲍螺饭后，他的食欲逐渐恢复，最终恢复了足够的体力和精神状态，得以顺利出院。因此，知道自己的激励食物是什么，在没有食欲时会非常有帮助。接下来是第3个技巧，将故事性的食物融入您的饮食。在医疗护理中，营养管理往往会被忽视，因为医疗更注重科学依据，优先考虑的是患者的生存。然而，营养管理贯穿病前、病中和病后，是一个长期而持续的过程。尽管难以用科学来解释激励食物如何来恢复食欲的，但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，常常能够创造出科学难以解释的奇迹。在自我护理中，选择对自己来说美味的食物，可能比遵循科学的饮食建议更容易坚持。
找到那些能唤起美好回忆的故事性的食物是一个好方法。例如，小时候妈妈准备的便当，生日时的经典菜肴，或是您第一次做并得到称赞的料理。这些带有故事的食物，往往比任何营养建议更能打破食欲不振的僵局，迅速恢复您的活力。人们必须首先吃点东西才能获得营养，因此在人生的后半程，建议多发掘并享受这些带有故事性的食物，回忆您的童年和青春岁月。可能还有许多这样的食物被埋藏在记忆的深处，等待着您去重新发现。大家回想一下，您第一次约会时吃了什么？拿到第一份工资后买了哪些好吃的？纪念日时去过哪些梦想中的餐厅？尝试重新品尝这些食物吧，同时也不要忘了创造新的故事性的食物。最近您和谁一起用餐时，觉得食物格外的美味？未来又会和谁一起享用什么美味？期待这些新的故事，并尽情享受它们吧。愿您的饮食生活始终充满美好的回忆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